中国历史上年岁比较大当了皇帝的，第一名是武则天，67岁登基；第二位呢是南燕慕容德，65岁称帝。武则天几乎是老少皆知，那么南燕的慕容德到底是谁呢？南燕是16国时期顶级家族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之一。慕容家当时出了2位战神级的人物，一个是古之遗爱慕容恪，一个呢是成功复国的慕容垂。这个慕容德就是慕容恪和慕容垂的弟弟。早些年前秦的苻坚大帝南征东晋，下令让时任张掖太守的慕容德跟随出征。这个慕容德呢，把家人都留在了张掖。临走之前，慕容德留下金刀一把，拜别母亲公孙氏而去。淝水战败以后，慕容德跟慕容垂回到河北，建立了后燕。397年，北魏攻打后燕，后燕兵败如山倒，后燕国土随之分成了南北2部。慕容德呢，先称燕王，而后迁都广固，就是今天的山东青州。在公元400年正式称帝，建立了南燕。这一转眼17、18年的时间就过去了。可是他远在张掖的家人们到底是死是活，没有任何消息。对于已经65岁的慕容德而言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人死了钱没花完，而是人没事儿，膝下无人侍奉，偌大的家族事业没有子嗣继承。他派人到关中去打听家人的下落，结果呢，那人在去张掖的路上被盗贼所杀。一直到公元403年，慕容德过去的部下一个叫赵荣的从长安带来了消息。原来当年慕容德跟随慕容垂起兵以后不久，前秦镇守张掖的福昌就杀了他全家，只有老母亲公孙氏年过80得免，他的哥哥慕容纳留下了一个遗父子。现如今公孙氏早已过世，那个遗父子呢，则是又疯又傻，流落在长安街头乞讨为生。听到这么一个消息慕容德当场痛哭到吐血，在病床上安排人去长安，下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找到并且接回自己的那个傻侄子。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当初全家被杀以后这个慕容纳的妻子段氏怀有身孕，依照当时的律令要在临盆以后问斩。所幸呢，后来被监狱里一个叫做呼延平的把公孙氏、段氏这婆媳2人私下一并放走。不久呢，段氏辗转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做慕容超。这孩子长到1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祖母公孙氏病逝。老太太在临终之际颤颤巍巍把一把金刀交到慕容超的手上，并且要他一定要好生保管，日后天下太平了，拿着这把金刀去关东找你叔叔慕容德。这个慕容超成年以后就娶了呼延平的女儿为妻，一家辗转被迁到长安。慕容超想要去往关东投奔叔叔，又怕当时的后秦不放他，索性呢就开始装疯卖傻，沿街乞讨。这一招还真管用，后秦的姚兴不再控制他的人身自由，慕容德的使者呢也恰好就在此时找到了慕容超。转眼间他跟随这使者就来到广固，见到了慕容德。慕容超献上那把金刀，叔侄2人是当场相认，抱头痛哭。慕容德一边轻抚侄子的后背，一边下令封慕容超为北海王、侍中、骠骑大将军。因为没有子嗣，后来呢又封慕容超为太子。岁月这碗汤他是一时冷一时烫。半年前还是长安城里装疯卖傻的小叫花子，半年后慕容德病逝，慕容超摇身一变，他就成了一国之君。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这是慢聊五胡16国的第15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发生在16国时期的几场大型战役除了咱们已经聊过的淝水之战、慕容恪冉闵连台大战，还有北魏后燕之间的参合碑大战、百剌之战，以及吕光平定西域、刘裕雀跃败北魏，这么些个一直都没有讲。这里尤其是参合碑大战，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100例战争之一。北魏凭借参合碑大战是威震北方，顺势进入中原地区，成为了北方霸主。
而后燕呢，则因此遭受重创。3年后的百厮之战，慕容氏再次败北，继而退出中原，分裂成了南燕和北燕。那么这一期节目啊，我们就重点围绕慕容垂复国以后的参合杯之战，聊一聊公元4世纪末关东霸主后燕的兴衰往事。上一回咱们说到了伏丕山穷水尽，放弃了邺城，跑去了晋阳。这个邺城呢，终于迎来了他新的主人慕容垂。但是慕容垂之后啊，并没有选择邺城作为国都，而是最终呢选择定都在了中山，并且在公元386年正式称帝，确立了关东霸主的地位。咱们这一期的节目预告发出以后啊，有小伙伴在评论区评论说慕容垂实在是太传奇了。咱们说实话啊，慕容垂的这个皇位来的确是相当不易。从打他哥哥慕容俊登上皇位开始，他就陷入了无尽的猜忌之中。挚爱的妻子因他而死，方头之战过后被慕容平挤兑的不得已逃奔了前秦，到了前秦又遭到王猛的陷害，最能干的儿子慕容令也因此丧命。辗转半生，大起大落，终于一朝得势，直上云霄。到了392年啊，慕容垂消灭了伏定、伏魔、徐延等等几个割据势力之后，开始腾出手来收拾一直小动作不断、反复横跳的丁零翟氏建立的翟魏。这个丁零啊，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游牧民族，又叫敕勒、高车、铁勒。它的起源啊比较复杂，最早呢生活在贝加尔湖和新疆中亚地区，东汉以后渐渐南移，和中原呢有了接触交往。到了公元4世纪到5世纪，很多南迁的丁零人开始鲜卑化。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就是敕勒人的牧歌。后来称霸一时的薛延陀、回鹘、突厥都和丁零啊有着很强的关联。那么翟魏是16国时期一个非常短暂的割据政权。淝水之战以后的388年，丁零人首领翟辽在黄河南岸的华台，就是今天的河南滑县，翟辽在那里呢自称大魏天王，建立魏国，史称翟魏。说公元392年的6月啊，慕容垂来打翟魏，这时候翟辽已经过世，头领呢换成了他的儿子翟昭。慕容垂呢是屯兵在黄河北岸的黎阳，翟昭在南岸隔河驻防。后燕氏既没有战船，也没有浮桥，面对对岸的严防死守，如何过河成了一个问题。就在众将们一筹莫展之际，慕容垂抚须而笑，说翟昭庶子何能为耳，看老夫为诸位杀之。随后慕容垂下令沿河而上，走了大约40里，来到黄河上游的一处所在，在那里开始造船准备过河。这翟昭那边听说以后啊，也是赶忙命令大军也往上游走了大约40里，继续和慕容垂隔河对峙。就在此时，慕容垂命令仍然在黎阳的慕容镇的一支偏师连夜渡过黄河，安下营寨。翟昭得知消息以后呢，是大惊失色，急忙又带着部队转回头去打慕容镇。可惜呢，他早就已经陷入了慕容垂的算计当中，来回奔袭80里，人困马乏。慕容镇呢，早就收到慕容垂的命令，要他坚守不战。翟昭强攻慕容镇的这个营寨，但是一时之间难以攻克，打不下来。既然是打不下来，那就撤退吧。可惜啊，这个时候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慕容垂在40里外啊，已经用牛皮筏子渡过黄河，杀到了翟昭面前。慕容镇也同时从营寨里边杀了出来，前后一夹攻，翟昭彻底没了招，惨败而归，死伤无数。翟昭本人呢，先跑回到了华台，又领着家小率领几百个骑兵，跑到一座山上据险自守，而后被慕容农追击，尽擒其众。翟昭老哥一个跑去了西燕，投奔了慕容永。不久后呢，因为谋反被慕容永所杀。翟魏被彻底消灭以后啊，慕容垂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西燕。
这西燕啊，同样是16国时期的一个小政权。前2集呢，咱们有所介绍，由慕容宏、慕容冲所建立，连着死了5个皇帝，传到慕容永这儿。这哥们呢是宗室旁支，想着东边有慕容垂，西边有姚苌，他索性呢就耗在山西不走了。慕容俊、慕容垂这支有不少的子孙啊，最早都是在西燕，后来跑了3个，一个是慕容垂的小儿子慕容柔，另2个呢是慕容垂的孙子慕容盛、慕容慧。1年多以后，慕容永下令把慕容俊、慕容垂这哥俩的子孙，不论男女，通通杀光。矛盾啊已经不可调和，这种恩怨啊，最终只能在杀戮当中得到清算。不仅如此，你慕容永叫大燕国，我慕容垂也叫大燕国，谁是正统，只能在刀枪上论个真章。393年的冬天，慕容垂发兵7万，从中山出发，兵分2路攻打西燕。北路啊，由镇西将军慕容赞统领出井陉攻晋阳；南路呢，由征东将军平归率领进攻邺城西南的沙亭。西燕的国都啊，在长子，就是今天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慕容永派出尚书令刁云、车骑将军慕容忠领兵5万，据守在了陆川，双方各自落下棋子，正式开打。到了转1年啊，也就是394年2月，慕容垂又突然调整了策略，调集司纪、青眼4州人马，兵分3路，锋芒直指长子。前面的南北2路啊，只是布局，真正的杀招在后面的3路人马。这头1路啊，是太原王慕容凯出府口，第2路是辽西王慕容农出壶关，慕容垂自领1路出沙亭。100多年以后啊，高欢宇文泰的小关之战，同样是东边主攻，西边主守，同样是兵分3路。宇文泰是力排众议，拒不分兵，最终呢一战成功。然而并非所有人啊都能有宇文泰那样的魄力。太行8行贯穿2国边界，山路崎岖，小道纵横。慕容永是完全摸不准慕容垂的想法，他选择了最为稳妥也最常规的打法，3路来攻，我就分兵据守，同时呢把粮草辎重集中在了台壁。对于慕容垂啊用兵如神，这个慕容永是十分了解的。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啊，是打起12分精神，密切关注了2个月，3个方向全都没有看见敌军的身影。知道这老家伙向来是不按套路出牌，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可是这个妖出在哪儿？越想越感觉有诈，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应对。思来想去呢，慕容永怀疑慕容垂啊可能要绕道偷自己老家，于是把各路的守军集中起来，除了驻守台壁的1万人以外啊，他把兵力全都调到了南方数百里以外的止关。慕容永刚刚做出战略调整，慕容垂那边呢很快也有了响应。这年的4月20日，后燕的主力部队突然出现在府口，慕容垂是亲率大军长驱直入，10天之后就包围了西燕后勤保障基地台壁。到这一刻啊，谜底终于揭晓了，慕容永走的完全是昏招。慕容垂一直把部队隐藏起来，按兵不动，直到慕容永调走大部队，他才精锐尽出，迅速做出反应。慕容永啊大呼上当，紧急派出了太尉大义斗归救援台壁，同时急召大部队回来。可是啊已经晚了，大义斗归很快被击败，台壁守军突围不成，损兵折将。镇守陆川的刁云、慕容忠率众投降了后燕。慕容永急了，这台壁是绝对不能丢的，几乎所有的粮草啊都存在了台壁，台壁一旦失守，结果不堪设想。5月16，慕容永集结了已经赶回前线的5万人马，和慕容垂在台壁南边发生交战。双方刚一交锋，后燕啊似乎完全不堪一击，慕容垂领着部队掉头就跑。慕容永一看慕容垂跑了，乐得合不拢嘴，马上下令全军奋力追击。他们追着追着呀，就追到了一个山涧，突然鼓声大作，伏兵四起。慕容永又一次遭了算计，毫不犹豫地钻进了慕容垂事先设好的圈套。西燕的军队由此大败，
8000士卒被当场阵斩。慕容永是仓皇逃回了长子城，火速派人去向东晋和拓跋鲜卑求救。救兵还没到，他手下的部将有人投了降，后燕的军队大摇大摆的就进了长子城。慕容垂没有苻坚那么好的脾气，他把慕容永和刁云、大义斗归等等30多个西燕大臣一并斩杀，剩下的人们呢酌情留用，西燕自此灭亡。起兵11年以后，慕容垂是威震关东，恢复了过去前燕的国土，后燕进入到了全盛时期。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远比后秦和东晋更加可怕的对手已经在北方崛起。在那里呢，有个国家叫魏，那里有个年轻人叫做拓跋圭。魏燕双方本来是互为友国的关系，拓跋氏和慕容氏都是鲜卑同族，两家世代通婚。按照史书的记载，拓跋圭的奶奶是慕容垂的姐妹，理论上呢，他应该喊慕容垂五舅爷。拓跋圭建立了北魏以后，也得到过慕容垂的帮助，双方维持了一段时间友好的同盟关系。然而好景不长，慕容垂讨伐翟魏西燕的时候，拓跋圭也在草原上扫清障碍，东征西讨。随着双方势力的扩张，矛盾渐渐显露并激化，同盟关系呢也被打破。北魏那边是时不时的侵逼后燕的边境，于是在消灭西燕的第2年，公元395年农历5月，慕容垂以太子慕容宝挂帅，率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林等人，统领步骑8万，以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率领步骑18000作为后继，正式出兵讨伐北魏。后燕的散骑常侍高胡为此言辞恳切的进谏，表示反对的同时，高胡特别指出说，拓跋圭陈勇有谋，右力艰难，兵精马强，不能轻视。而太子慕容宝富于春秋，在战场上临敌的经验较少，好胜心强，让他担任主帅，难免有轻敌之心，万一不如所欲，于国于己都大为不利。高胡不是第一个提出慕容宝难当大任的人，但是实际上呢，慕容垂也有他的苦衷。一方面是他自己年事已高，老病缠身，另一方面呢，是他对慕容宝的情况心知肚明，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刚好可以让慕容宝带兵，积累一些军功，树立威信，为以后的权力交接做好准备。有慕容农、慕容德这些人保驾护航，想必也不会出太大的差错。那么高胡刚好说中了他的隐忧，可是呢又不好挑明，因此慕容垂呢发了一通火，把高胡给免了官。这位高胡有个儿子叫高密，高密呢有个儿子叫高树生，高树生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北齐神武帝高欢。说后燕这支近10万人的部队由慕容宝等人率领，进入北魏境内以后呢，在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防范的情况下，一路向西走了将近2个月，就逼近了五原，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包头的西边乌拉特前旗一带。那么拓跋圭在得到燕军来袭的消息之后，为了保存实力，早已把部落畜产尽数迁走。慕容宝呢是为了立功而来，可是始终找不到魏军的主力部队。开到五原之后，终于有所收获。燕军在这里呢降服了拓跋别部的3万余户，缴获粮食100万余斛。同时呢，慕容宝得知拓跋圭的主力就在不远处的黄河对岸。我们如果看地图会发现，这个五原就在黄河的几字形河套的北边。慕容宝呢就这样追到了黄河边上，双方开始夹河对峙。到了这年的9月份，船也造好了，人也休整的差不多了，慕容宝下令渡河开战。可是就在准备渡河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股暴风，说这风大到什么程度呢？只把数十艘刚刚造好的战船，连带着船上的甲士共计300多人，全都从北岸吹到了南岸。拓跋圭那边呢，留下战船，把300多甲士全都给放了，
刚要过河，就出了这么一件不吉利的事儿。慕容宝呢开始按兵不动，他这边犹豫不决，拓跋圭可没想着轻易放过他。此时的后燕军队啊，已经出征4个多月，远离中山，讯息不通。拓跋圭呢，刚好利用了这一点，在燕军往返中山的必经之路上，事先埋伏了人，专门劫持后燕的使者。随后呢，把抓来的使者带到军中，推到河边，命令这些使者啊，对着燕军大营喊话，说：“若父已死，何不早归？你爸爸慕容垂啊，已经嘎了，你还不赶紧回去吗？”就是这么一句谣言，快速传播开来，他就动摇了军心。慕容垂啊，是后燕的顶梁柱，慕容宝等人呢，因此感到惶恐，燕军的士卒也随之骇动。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时候就该发生意外了。一位名叫晋安的随军术士对慕容宝说：“天时不利，我军必将大败，只有速速离去，方可免灾。”慕容宝啊，完全没有听从。晋安出的营来呢，和自己相近的人说：“我等啊，都会弃尸荒野，不得归矣。”双方在接下来继续隔河对峙。可是慕容垂已死的消息已经传开，燕军内部一些不稳定因素开始活跃起来。赵王慕容林，慕容垂的儿子，爱妾所生，慕容宝的庶出兄弟，这家伙就像是慕容家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好的时候特别好，坏的时候呢特别坏。最典型的事例，一次是慕容垂从邺城出逃，慕容林半路上跑回邺城，给老爹告了密。还有一次呢，是慕容令从前秦跑回燕国，被下放之后呢，想要举兵谋反，好兄弟慕容林再次跳将出来给老哥接了底。这位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告密小能手，在慕容垂复过之后呢，险些被杀。好在慕容垂呢念及骨肉之情，没下得去手。这家伙呢也并非是一无是处，有时候呢还能给慕容垂出谋划策。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啊，慕容垂让他陪同慕容宝一块出征。可是到了和北魏夹河对峙、军心浮动的关键时刻，这位小能手又起了幺蛾子。慕容林手下的几个部将趁机作乱，他们想要杀了慕容宝，拥立慕容林。结果阴谋败露，想干坏事没干了。但是这时候燕军主将互相之间啊，就有了猜忌之心了。10月25，慕容宝下令烧掉剩余的战船，连夜撤兵。当时这个黄河啊还没有结冰，慕容宝认为呢，魏军一定没法渡河，因此在撤退的途中，连斥候都没有布置。哪成想那个天气啊，就好像小孩的脸一样，说翻就翻，说变就变。8天以后，突然来了一股猛烈的寒流，狂风大作，气温骤降。河那边的拓跋圭啊正在发愁，没法渡河，趁着燕军撤退发挥一下子。只一夜之间，强冷空气就把这个黄河水冻成了铁板一块。拓跋圭立刻传下军令，留下辎重，轻装出发，点齐2万精兵，快马加鞭，他就直奔燕军而来。11月初9，燕军来到了一处名为参河碑的所在。以考古调查结果为基础啊，如果结合史料记载，参河碑实际上应该是三河碑，咱们这里约定俗成，还是把它读成参河碑。有关参河碑的具体位置，历史学界一直存在较多争议。第一种说法啊，根据水经注的记载，认为是在今天内蒙乌兰察布凉城县岱海西北参河行北魏所治的参河县地区。第二种说法呢，根据大清一统志，认为是在今天山西省阳高县西汉代郡参河县故城地区。我个人呢比较认可第三种说法，清代学者丁谦提出的参河碑就是今天的内蒙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的黄旗海，三面环山，北面是吉宁小平原。当然有关参河碑啊是众说纷纭，也欢迎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啊来评论区交流探讨，这里呢不做过多的赘述。说慕容宝的10万大军在参河碑找了个背风向阳的地方，刚刚安下营盘，突然间
狂风大作，一团黑气渐渐汇聚成类似堤坝一样的形状，从燕军的后方就压了过来。眨眼之间是黄沙四色，暗无天日。一个名叫支坛猛的僧人跑来对慕容宝说风气暴汛，魏兵将至之后，以遣兵御之。宝二爷啊，你可长点心吧，这是追兵将至的先兆，快派人去抵挡一下吧。可是宝二爷偏偏不听劝，他认为自己已经离魏军很远了，因此呢，对支坛猛的话笑而不纳。那个不定时炸弹慕容林呢，也跳出来使坏，说以殿下神武，师徒之盛，足以横行沙漠，所虏何敢远来？而谭猛妄言惊众，当斩以训。我家宝二爷是什么人？大草原上跺一脚，地表都得颤一颤。我们这10万大军足可以在沙漠横着走，那拓跋所虏怎么可能赶跑这么远来追击呢？你这和尚我看你就是妖言惑众，应该立即斩首。这支坛猛苦口婆心，流着泪再次劝说伏氏以100万之师败于淮南，正由势众轻敌，不信天道故也。过去苻坚的100万之师牛不牛啊？之所以在淮南一败涂地，正是因为轻敌不信天道。这时候老成持重的范阳王慕容德也走上前劝说大侄子慕容宝，说支坛猛说的有道理，还是应该派人去后方防备一下。慕容宝呢，于是派慕容林带了3万人居于军后，以备非常。这个慕容林本来就认为支坛猛胡说八道，根本就没当回事儿。派出去侦查的斥候呢，也是走了10几里就下马解鞍，找个地方打起了瞌睡。不作死就不会死。就在燕军上下几乎全员放松警惕的时候呢，大难已经就在眼前了。当天的夜里，拓跋圭已经领兵赶到参合碑的西侧，他是连夜命令全军任贤梅、马雷口悄悄登上燕军驻地周围的山坡。第二天一大早，燕军士卒们相继醒来，正准备收拾行装，忽然发现四周山上魏军的骑兵已经列队完毕，正在悄无声息的，好像看着猎物一般盯着燕军的营寨。燕军的士兵们发现情况不妙呢，顿时乱作一团。拓跋圭在高处手举弯刀，一声令下，北魏的骑兵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就发动了冲锋。后燕的人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披上战甲，战场已经呈现一边倒的局势，人马交错，哭爹喊娘。一番屠杀过后，有大约4、5万的燕兵直接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太子慕容宝等人呢，单骑逃生，陈留王慕容绍被当场镇斩，文武将吏数千人被俘，无数的机械、兵甲、粮草、辎重被缴获。战后，拓跋圭把一些人才留为己用，剩下的战俘原本打算通通放还，但是中部大人王建再三劝说，应该趁此良机削弱燕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呢，拓跋圭下令把大约5万的后燕俘虏尽数坑杀活埋。在中国历史上规模比较大的用杀降的方式对付敌军的，排前3名的分别是白起、项羽、薛仁贵。拓跋圭参合碑杀降5万，排名第4。参合碑一战，后燕为他们的大义轻敌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参合碑战后太子慕容宝深以为耻，他请求再次出战，想和北魏再过过招。范阳王慕容德也认为这拓跋圭在这之后难免会有轻视太子之心。于是呢，参合碑败后不到4个月，慕容垂下令调集龙城、蓟城、冀州的精锐部队，齐集中山，以71岁高龄、抱病之身，亲自领兵再次大举攻伐北魏。如果您看过前面的节目应该有所了解。这龙城是慕容鲜卑的故都，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市。龙城、蓟城一带的部队应该是当时后燕能够调动的最为精锐的部队。相比起被坑杀的5万士卒拓跋圭的存在
一定会对今后的燕国构成威胁，甚至是祸患。如果慕容垂不能在有生之年将其除掉，慕容家怕是没人能是拓跋圭的对手了。公元396年农历3月，慕容垂留下范阳王慕容德镇守中山，引兵悄悄出发。第一站是北魏当时的一大重镇平城，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我们看《天龙八部》里面写啊，说这个慕容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其实不是没有来头的。拓跋圭在参合碑奇袭了后燕，慕容垂呢采取类似的方式凿山开道，出其不意。当后燕的军队啊突然出现在了北魏平城以南桑干河谷的时候，完全出乎了平城守将拓跋虔的意料。这拓跋虔这人物呢，也并非是泛泛之辈。史书记载他是姿貌魁杰，武力绝伦，眉以毛细短，大作之，游患其轻，复坠陵于刃下，其功力倍加常人。说一般的毛硕呀，他是看不上眼的，专门特制了兵刃，可是还嫌重量不够，又特意加了配重。这家伙在打仗的时候最爱干的事儿是把敌人啊好像穿糖葫芦一样挑起来举过头顶。另外呢，还有一手绝活，常常在假装败退的时候突然回身挽弓搭箭，一箭可以让2-3个敌军同时毙命。可惜这一次啊，他碰上的是战神慕容垂。平城城外一战，拓跋虔兵败身死，燕军尽收其部落，攻占平城。消息传到了北魏当时的都城盛乐，听说慕容垂是亲率大军前来，大将拓跋虔已经战死。拓跋圭的第一个反应啊是要跑，但却不知道往哪儿跑。手下的人们呢也人心惶惶，考虑着要不要换一个老板。这时候的慕容垂啊选择乘胜继续进兵。当他的大军在途经参合碑的时候，这事情开始突然朝着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向发展。人们看到不久前经历惨败的燕军的尸骸堆积如山，累累的白骨随处可见，飞沙走石间就好像有无数的冤魂在哀鸣嚎哭。士兵们啊看到了自己亲友们的葬身之所，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慕容垂呢下令祭奠大燕的英灵们。出征的将士啊，有的是儿子祭奠老子，有的呢是老子给儿子摆下祭品。一时之间，痛哭之声响彻山谷。听着原野中的哭声，脑海中浮现出数万鲜卑子弟的惨状。看看不争气的儿子，再想想自己老病缠身，须发洁白，仍要为子孙们开疆扩土。70余年是是非非，功名成败，受到强烈刺激的慕容垂啊，再也撑不住了，胸口翻滚，喉头一紧，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在回到平城10天以后啊，慕容垂病情加重，班师回朝。4月初10，这位老英雄就病死在了回师的途中。太子慕容宝顺利继位，魏王拓跋圭得知消息，深深松了一口气。4个月以后，拓跋圭是调集全国40万兵马，势如破竹，大举伐燕。仅仅2个月，整个河北只剩下中山、邺城、信都没被攻陷，北魏铁骑所过之处，望风归降，历史的轨迹也即将为之改变。参合碑之战啊，是16国时期十分重要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让当时华北第一强权后燕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重创，也为北魏的强盛乃至中国北部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后燕失败的原因啊，综合来看有这么4点。首先是将帅人选不合适，这个主要责任啊在慕容垂，燕军轻敌的根源也在慕容垂这儿。正是因为轻视北魏，错误地安排了慕容宝领兵，又派了怀有私心的慕容林，最终导致军心涣散，大败亏输。其次呢，是后燕自复国以来啊，连年征战，导致将士疲乏，国民厌战，为参合碑的失败啊也埋下了伏笔。再有啊，就是慕容宝本人优柔寡断，两军对垒，主帅是极其关键的。
主帅的军事决策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至关重要。遗憾的是呢，正像战前高虎所判断的那样，慕容宝显然经验不足，接连判断失误，完全看不到面对突发情况应有的那种冷静和决策。最后一个原因啊，是后燕内部不和。一同出征的慕容林、慕容德、慕容绍，不同程度都具备一定军事能力，但是在整场战役当中，并没有得以施展和发挥。这其中最大的隐患啊，就是专门在关键时候使坏的慕容林。这位坑爹小能手，一直是心比天高，不甘心受制于人。慕容宝身为太子和主帅，却镇不住慕容林。慕容林呢，也不愿慕容宝取得战功。综合以上，后燕倾国之力发动的战争，最终呢以全面失败而告终。慕容垂这个人物啊，13岁开始勇冠三军，少年成名，屡立战功，天资英杰，威震华夏。凭借着父兄之资修复旧业，应该说成功复国是其最大功绩。对苻坚有虚情假意之嫌，但是遭逢乱世，全在情理之中。慕容垂一生几乎没有败绩，尤其是复国之后几次亲率大军出征，用兵之神，堪称英雄了得，当世豪杰。然而参合杯一战惨败，和他用人不当脱不了干系。不听段后的劝告，没有及时废掉慕容宝，另换储君，也为后燕的分裂消亡亲手埋下了祸根。和他的兄长慕容恪相比啊，慕容垂堪称是一位同样激进完美的帅才，但是治国理政的能力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火候。好了，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这是慢聊五胡十六国的第15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关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啊，欢迎把它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们。慕容垂死了，拓跋圭没了顾忌，精锐进出，马踏中州。慕容家的宝二爷当了皇帝，但是仍旧是昏招不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北魏崛起。